哟，青山回来了，省城工作找不着，回来接你爸班了。陈建国，你这大学供的真值，花10几万供出个补胎的，以后咱们老街也算有文化人修车了。青山，医生怎么说？骨裂，3个月不能用力。他昨天还想给人换电瓶，我拦都拦不住。你跟孩子说这些干什么？陈青山，你明天回省城，我供你读书，不是让你回来蹲地上拧螺丝的。老陈这话说的对，修车这活又脏又累，还得靠经验。大学生嘛，手嫩，要是真给客户修坏了，砸的是你爸20年的招牌。老陈，快帮我看看，你这手咋伤成这样？那我这车可咋办？我一车豆腐还等着送，再耽误下去就全砸手里了。陈建国，你今天要是敢碰工具，我就把工具箱锁起来。王姐，来我这儿，我给你修。你这3轮车年头长了，8成是电门线老化，换一套线不便宜。不过你急着送货，我给你快点弄。你都没拆，咋就知道要换线？王姐，你要是不信我，就等老陈手好了再修，反正豆腐是你的，不是我的。陈师傅，后胎扎了，我手上还有3单，超时就得扣钱。您今天修不了，来我这儿，急单35，补完就走。平时不是20吗？你急我也急，现在大家都忙，急活就这个价。老陈，我这链子掉了，我还得接孙子放学。老陈，不是我说你，你这铺子要是没人接，客户迟早都得走。修车这碗饭，不是谁想端就能端的。陈青山，你别逞能，车不是试卷，错了还能改。客户等着用，修坏了就是砸招牌。爸，我知道修车不是小事，所以我不乱来。你在旁边看着，我从最简单的补胎开始。你以前教我做人要脚踏实地，今天我就从蹲下来学。大学生就是会说话，补个胎还能讲出人生道理。修车不丢人，眼高手低才丢人。人可以没经验，但不能没良心；活可以慢慢学，但不能看人着急就乱涨价，更不能把小毛病说成大毛病。你说谁没良心？谁心虚谁接话。少斗嘴，手上见真章。知道。外卖小哥，你可想好了，大学生练手，真给你轮毂撬坏了，误的可不止1单。要是我修坏了，我赔；要是补不好，我不收钱。行，我信陈师傅加一次。扎了根细点丝，能补，不用换胎。好了，多少钱？补胎20，不用加计费。35我不是掏不起，但我不想当冤大头。青山，你帮姨看看，先说好，姨不是不舍得花钱，是怕不明不白花钱，这就好了。没换件，10块。你这孩子实在，刚才有人张嘴就说换一套线，我还真差点信了。赶得上接孙子了，多少钱？条链子小活，今天不收，您慢点骑，别急。大学生修车不丢人，能把人家的急事办成就不丢人。现在知道这活脏了，知道，但不觉得丢人。你又折腾什么？铺子可以旧，招牌不能脏。你守了20年的东西，我既然接，就不能让它蒙灰。明天早上6点开门，迟1分钟你就滚回省城。6点，我来开门。算你没迟到。先吃点儿，别空着肚子干活。哼，修车不是摆样子，工具摆得再齐，手上没活也白搭。我知道，今天继续学。先别碰客人的车，拿废胎练。补胎看着简单，找漏、打磨、亮胶、压片、充气，每一步都不能糊弄。你昨天运气好，
真碰上老化胎、暗漏胎，看你怎么办。手急成这样，客户越催你越乱。砂纸不是擦灰，打磨不到位，胶吃不进去。补片压的时候别光压中间，边上一翘，迟早漏气。老陈在不在？我后胎慢漏气，昨天刚在别处补过，今天又瘪了。你这手伤了？叔，我爸现在不能动手，我给您看，修不好不收钱。你就是老陈儿子？昨天街上说大学生回来修车，我还以为开玩笑。老周，你胆子挺大，第一天就敢让大学生练手，你这车可不便宜，真撬坏轮毂可别怪我没提醒。周殿军，你要是不放心，就去隔壁修；你要是信我这块招牌，就让他先插漏，我在旁边看着。行，老陈的招牌我信，小陈你慢慢来，别给我乱换件就行。叔，是这里漏，能补。那补吧。好像行了，多少钱？20。还真让你蒙成一单。你刚才只找了一个漏点，气泡就在那儿。慢漏胎最怕不止一个眼儿，扎过、老化、以前补过的胎，你至少要整圈过水再看胎壁。客户说昨天刚补过，今天又瘪，这话你没听进去？陈青山，这就是你补的胎，我还没骑出2条路又瘪了。大学生就这水平，你不会修就直说，别拿我的车练手。老周，我刚才提醒过你吧，修车这活不是会说2句漂亮话就行，20块是小事儿，耽误事儿才是真。我10点半还要去送货，现在又得推回来。老陈，我是冲你来的，不是冲他来的。你儿子要是不会，就别做这摊子。周叔，这单是我没查细，耽误您的时间，我认。您先坐一会儿，我重新查。今天这单不收钱，刚才那20退你，再赔您50误工钱。我差你这几十块钱？您不差，但错是我的。修车讲手艺，也讲规矩。哟，才开张第2天就倒贴钱，这生意做的真有文化。周叔，刚才我只查到扎眼，没把胎壁老化裂孔查出来，这是我经验不够，不是您车的问题。裂口在胎壁，单补不稳，要么换内胎，要么临时补一下。但我建议选换，价格明明白白。换内胎多少钱？普通内胎35，工时10块，一共45。刚才我赔的钱是我赔的钱，不算这次。换吧。小陈，我刚才话重了点儿。您骂的没错，我确实没做好。能认错就行。现在有些年轻人嘴比手硬，活没干好，理由一大堆。你爸这招牌还能不能接住，就看你以后是不是一直不这么认。青山，修车部不是学校，学校里错题改了就行。生意场上错一次，客人就跑一次。你爸以前攒的口碑，你可别几天就败光了。修不好不收钱，因本店失误造成损失，照价赔。配件明码标价，换件前先报价。我手艺现在不如我爸，这我认，但规矩先立在这儿。修车不是坑一个算一个，错了就赔，换件就明说。客户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陈金山，你知道这牌子贴出去意味着什么吗？以后谁都能拿这句话压你，你一个新手赔得起几回？爸，赔钱我心疼，但比起赔钱，我更怕把你20年的招牌赔进去。手艺我会慢慢练，规矩不能等练好了再讲。傻。陈震，你爸骂你傻，心里不一定真这么想。那一天我一共修了6辆车，2台补胎，1台调刹车，1台换灯泡，还有2台只是小毛病。我每次都先报价再动手，动作还是慢，手也被磨得更疼。有个客户等得不耐烦，说了一句：“你这速度跟你爸比差远了。”我现在确实比不上他。您要是急，可以明天来；要是愿意等，我保证不糊弄。今天赔了70，赚了多少？135。扣掉赔的，忙一天挣65，你还觉得自己挺能耐？今天赔的是学费，学费要是天天这么交，这铺子迟早让你交没。所以我明天少犯一点。嘴硬。慢漏胎，先查扎眼，再查胎壁老化，再查旧补片边缘。客户急不代表修车的可以急。
第一，别怕认错；第二，赔钱要疼，疼了才记得住；第三，手艺能慢慢练，诚信不能慢慢来。10号扳手不是12号，你要是连工具都靠试，以后客户等你猜谜。记住了。哼，昨天笔记看了？看了。谁让你看了？我放门口是准备垫桌脚的。那桌脚挺会挑，专门挑慢漏胎那夜店。少贫，手上快点。那辆车刹车线松了，先别换，调一下看看。青山，今天还开这么早啊？6点开门。像你爸，嘴硬归嘴硬，开门从没晚过。送你的豆腐去，少在这儿闲聊。建国啊，听说你手伤了，我这个当哥的心里也不好受。你这铺子开了20多年，现在你干不了，青山又刚回来，家里总不能一直硬撑着。是啊，弟妹，修车铺现在不好干，年轻人也吃不了这个苦。青山大学毕业，总不能真一辈子蹲街边补胎吧？大嫂，青山刚接手，慢慢学就是了。婶儿，不是我说话难听，青山读了大学回来干这个确实可惜，但他现在也干不了。昨天不是还赔客户钱了吗？老街都传开了。谁传的？这还用谁传？老街就这么大了，大家不是这块料，硬撑只会把二叔你攒的口碑败光。大伯，你们今天来是想劝我们关门？不是关门，是转让。你爸现在手伤，你妈身体也不好，你刚毕业还有点价值，转给自家人。你堂哥最近正想做点生意，我们接过去也算肥水不流外人田。接下去，弟妹，我们也不是白要，工具、电瓶、库存、这门面位置，还有你们那些老客户，我们一起算，给你们3万。3万？青山，你别嫌少，现在修车铺不值钱，你爸手又伤了，客户还能不能留住都难说。我们肯出钱，还是看在亲戚份上。陈亮，你说谁的客户留不住？建国，你别激动，我不是这个意思。可现实摆在这儿，你这手3个月不能干活，铺子1天不开就1天亏。青山年轻没经验，赔钱也正常，但赔几次你扛得住吗？我们是亲戚，才跟你们说实话，外人谁管你们死活？你们把铺子转了，拿点钱养伤，青山再找个班上，不比在这儿满手油强。建国，你别气，医生说你不能动怒。2004年，王贵峰3车换，你拿这个干什么？欠8元已结。2007年，李长海雨夜补胎未收。2011年，马家小子送餐车链条断，先修后付。2016年，张庆国老年代步车检查免费。大伯，你们说工具、电瓶、门面一起算3万，那这本账怎么算？账证能值几个钱？这不是欠账本，是我爸20年的招牌，这里每一个名字都是他一手一手修出来的。青山，你别把话说的那么玄，做生意最后还不是看钱。你爸以前有人情那是以前，现在你接不住就是白搭。我承认，我现在手艺不如我爸，昨天也确实赔了钱，但赔钱是因为我修错了，不是因为我坑人。这个铺子哪怕1天只挣几十，我也会守着学。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脑筋？你爸妈年纪大了，你不为自己想，也该为他们想。你在这折腾，万一亏了，最后受罪的不还是他们？大伯母，孝顺不是嘴上说2句好听的，也不是趁我爸手伤了劝他把半辈子的心血卖掉。家里有事，我这个当儿子的顶上，这才叫为他们想。陈青山，你别把自己说的多高尚，你要真孝顺，就别让你爸妈陪你冒险。我们3万接过去是给你们留体面。这是我爸20年留下的老客户记录，电话、车型、常见故障，哪家老人腿脚不好，哪个骑手夜里长跑单，他都记着。这不是废纸，也不是你们嘴里的客户资源，这是信任。我爸用半辈子攒下的招牌，不卖。青山，你别把话说死，亲戚之间我们也是好心。好心我领了，铺子不赚。行，那我看你能撑多久，别等到赔的连房租都交不起，再来找我们。慢走。老陈，骗了我儿子在外地给我买的新车，刹车有点紧，你给看看。大爷，我爸手伤了，我来调，他在旁边看着，调不好不收钱。你是青山吧？小时候在铺子门口写作业那个？行，你爸的儿子，我信一回。整个下午，客人断断续续来了几个，我爸还是坐在门边，嘴上骂我手慢，眼睛却没离开过我。我妈进进出出，给我递水，给我爸递药。到傍晚，我收拾完工具，饭都没顾上吃，先烧了热水。我爸坐在桌边，看到我拿药箱出来，眉头立刻皱起来。你又干什么？医生说晚上要换药。你妈来。我锅里还炖着汤，让青山来吧。
他一个补胎都能补漏的人，换药能换明白。补胎漏了能赔，伤口感染了不好赔。你别乱动，我慢点。疼就说。这点疼算什么？以前轮胎钢丝扎进手里，我自己拔出来照样干活。你还好意思说？那次晚上回来手肿得像馒头，第2天还开门。以后这些事儿别硬扛。你以前成家，现在换我。你先把补胎学明白再说。行，从补胎开始成。青山，今天累坏了吧？还行。你以前手多干净，现在弄成这样。洗不掉就慢慢洗，手脏一点没事，心里踏实就行。话说的一套一套，明天6点照样开门，别以为今天顶了几句亲戚就算本事。知道。账本别乱放，那里面有些老客户年纪大，电话换了也没改。明天我教你重新整理。你教我？我是不想你把我的招牌弄丢。亲戚不会就这么算了。刘三叔还在隔壁盯着，可从今天开始，我不只是回来帮几天忙。这间铺子我接了，我爸妈我也接了。老陈，听说你手伤了，我来看看你。王海，你是来看我还是来推货？看你是真，推货也是真。咱们合作这么多年，我能坑你？这批电瓶便宜，利润高，卖出去一组能多挣40、50。刹车先调好，别分心。你就是青山吧？昨天老街都传开了，大学生回来接铺子，有出息。现在年轻人愿意干实事的不多，叔看好你。这货我给别人一组220，给你加200，你们对外卖320、350都行。客户又不懂，骑个1年半载坏了也正常。我以前不用这种货。老陈，以前是以前，现在你手伤了，青山刚接手，总得先把钱挣起来吧？你这铺子要撑下去，不能光讲情怀。你是读过大学的人，肯定比你爸懂账。一组电瓶多挣几十，一天卖3、5组，一个月就是好几千。你爸那套老规矩太死，现在做生意谁还不赚点信息差？行，比刚才稳多了。刘叔，刹车线没断，就是松了，调一下10块。青山，你们家也卖电瓶吧？我那车电瓶不行了，过2天可能得换。换啊，这批刚到的，便宜，续航还长。多少钱？350，熟人价。青山，年轻人眼光不错，一看就知道这是好货吧？王老板，这批货有检测报告吗？你要那玩意儿干什么？我卖了这么多年货，还能骗你们？进货票，厂家授权，能给我看看吗？青山，你刚入行，不懂这里面的门道。电瓶这东西，客户只看能不能跑，谁会管报告？你要是每样东西都较真，这生意没法做。客户不懂，不代表我们可以装不懂。你爸以前跟我合作也没这么多事，你现在刚接手，别把路走窄了。老街这几家修车铺，电瓶都是从我这儿拿的，你不用，有的是人用。我以前从你这儿拿的是正经货。老陈，你这话就难听了。我好心给你们送高利润货，你们不领情就算了，别把话说得像我卖假货。这批货我们不要。你确定？确定。青山，这电瓶有问题。我不能100%断定它是假货，但这批电瓶标识不清，重量偏轻，封口有2次胶痕，也拿不出检测报告。您要换，我建议换有质保、有票据的，贵一点，但心里踏实。那我不换这个，我这车天天拉水果，半路趴车可麻烦。陈青山，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不拿货就算了，还当着客户面污蔑我。王老板，我没有说假话，你要是有检测报告，我当场道歉。你要是没有，这货我不会卖给我的客户。行，大学生就是有脾气，你别后悔。老街配件，我说句话，比你贴10张诚信牌都管用。王海，你少在我铺子里吓唬我儿子。我陈建国修了20多年车，靠的不是谁赏饭，是一辆车一辆车修出来的。老陈，你以前硬气是因为你手还能干，现在换你儿子撑铺子，我倒要看看你们不用我的货还能撑多久。青山，你可真行，刚接手就把王海得罪了。老街修车的，谁不从他那儿拿配件？你以后缺货，别来求我们。你又要干什么？拍个视频。你刚得罪完王海，现在还要发视频，你是嫌事不够大？爸，如果我只是拒绝他，别人还会被坑。既然我们说配件明码标价，就得让客户知道钱花在哪儿。青山，咱们做小生意，别把人得罪狠了。妈，我不是故意跟人过不去，但咱们不能为不得罪别人，就让客户吃亏。大家好，我是建国修车的陈青山，今天不卖货，只讲怎么简单分辨一块电瓶靠不靠谱。
第一，看生产日期和厂家信息，正规电瓶印刷清晰，质保卡、合格证都应该齐全。第二，看重量，容量虚标的电瓶往往重量偏轻，因为里面铅板偷工减料，普通客户不一定能判断，但至少可以让商家当场出示质保和票据。第三，看封口，二次翻新的电瓶边角常有胶痕、毛边，标签也可能贴得不平。我不说所有便宜电瓶都有问题，但我想告诉大家，电动车是很多人上班、送货、接孩子的工具。电瓶坏在半路，不只是麻烦，有时候还会误事。买东西可以图实惠，但别图不明不白的便宜。我爸坐在门边，半天没说话。我剪了剪，把视频发到本地生活号上，标题写得很简单：换电瓶前先看这3点，别花冤枉钱。发完，我继续干活。刚开始没什么反应，到了下午，手机忽然不停震，我打开一看，视频播放量已经破了3000。我上个月刚换的电瓶，跑2天就不行，是不是被坑了？能不能帮忙检测？我爸的代步车刚换电瓶，建国修车在哪儿？明天去看看。终于有人说实话了，之前换电瓶被宰过。你是不是视频里那个小陈？我这电瓶去年换的，说是能跑50公里，现在10几公里就没电，你帮我看看。可以，先检测，不换件不收费。姐，检测结果出来了，电瓶的生产日期和质保卡对不上。我就说不对劲儿，那老板还说我充电方式有问题，原来是货不行。他刚走，又来了一个大爷，接着是2个外卖骑手，我一辆一台检测，能不换的我就告诉他们还能撑多久，必须换的我先把价格写出来，再让他们自己选。检测7辆，换电瓶2组，没换的5辆都没收钱，只是检测，不费多少事。电费不是钱，时间不是钱，你这么干早晚累死。今天那2个换电瓶的客户，是因为前面5个没换的人相信我们。今天视频里那几句话是你自己想的？话说得太满，以后要一直做到。我知道。王海这人心眼小，今天你让他没脸，他不会这么算了。他要是正经做生意，我敬他是供货商；他要是想拿劣质货坑客户，我不会配合。我宁愿少赚，也不靠客户倒霉赚钱。明天把正规电瓶的进货渠道整理出来，别光会说漂亮话。好，我知道，王海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第2天上午，我刚给一辆老年代步车做完电瓶检测，手机就响个不停。青山，你看看手机，是不是有人找你？想半天了。怎么了？王海干的。这可咋办？咱们才刚有点生意，他这么一闹，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咱们骗人。别搭理，手艺人靠活说话，跟他们吵，只会越描越黑。可是现在不是以前，以前街坊邻居都认识，现在网上一句话传出去，人家连门都不进了。做好事不难，难的是有人不想让你好好做。爸，这次不能忍。你想干什么？找王海吵架，还是去隔壁砸门？吵架没用，撒泼更没用。他们说我们高价宰客，那我就把价格拿出来；他们说我修坏不赔，那我就把赔款记录和监控拿出来。你要把账都公开？不是公开所有客户隐私，是把能证明清白的东西公开。咱们做的是明白生意，就怕被人看。那王海要是更恨咱们呢？妈，我不主动惹事儿，但人家都把脏水泼到门口了，我不能还端盆水给他洗手。随后我开始整理资料，把所有证据都拍成视频发到生活号上。这时王姨拎着一袋豆腐来了。谁说青山坑人？我家3轮车线松了，他收我10块。隔壁有人张嘴就说要换整套线，谁实在谁不实在？我们老街人心里没数吗？我那天确实骂过青山，因为他第1次没查细，但人家当场退钱，还赔了误工费。后来重新换胎，价格也清楚。现在年轻人能认错赔钱的不多。青山，你这视频什么意思？你说事就说事，别暗指同行，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你这么搞，不怕以后没人给你供货？王海，我儿子视频里提你名字了吗？老陈，你别护短，年轻人不懂规矩，我来教教。做生意抬头不见低头见，今天他把账往网上一晒，明天是不是所有铺子都得跟着他公开进货价？他想当好人，可以，别把大家都架火上烤。王老板，我没要求别人公开账，但谁说我家高价宰客，我就有权把自己的账拿出来。你这是不给我面子。面子是互相给的，不是拿劣质货压人，不成就造谣换来的。小伙子，说话注意点，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也觉得话不能乱说，所以我把证据都留好了。这里有造谣截图，
有恶意差评账号，有昨天你送来的那批电瓶照片和我问你要检测报告的视频记录。你要是觉得我污蔑你，我们现在就一起去市场监管所。客户又不懂，骑个1年半载坏了也正常。这话说得好，客户不懂就该被坑。我昨天差点就换这批电瓶。王海，你在我铺子里动我儿子一下试试。王老板，咱们可以不在街上吵。我现在去市场监管所把这些材料交上去。你说我们高价宰客也好，说我们卖惨营销也好，都让人家查。我们账清楚，不怕查。陈青山，你真要把事情做绝？我给过你机会，昨天你拿不出检测报告，我只是拒绝进货，没有曝光你。今天你让人刷差评造谣我家坑客户，那就不是生意上的事了。我做生意讲和气，但你砸我饭碗，我就让你看看老实人的锋芒。我跟你去。爸，你手还伤着，我自己去。家里你看着，今天有客户来，照常接。路上别怂。不怂。你这些证据留得比较完整，我们会核查。如果涉及虚假宣传、销售不合格产品、恶意诋毁竞争对手，会按规定处理。我只有一个要求，查清楚。爸说的对，手艺要靠时间练，可做人这件事，不能等以后再学。青山，给我看看刹车，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我不懂，我就知道老陈家的招牌，不能让人白欺负。好，您先坐，我马上看。材料交了？交了。哼，那就干活。锋芒不是喊出来的，活干好才是真硬气。知道。我们已经开始核查王海的供货渠道，并要求他提供相关资质和检测报告。把每一单写清楚，以后摊子越大，账越不能乱。老实不是软弱，和气不是没脾气。我不主动惹事，但谁惹我家，砸我招牌，我一定接着。你就是陈青山？我是。马强，跑外卖的，他们都叫我强子。上次我兄弟后胎扎了，是你给补的。他在群里说你家不乱涨价，也不拿急活宰人，所以我们过来看看。我这刹车最近有点飘，下坡的时候心里没底。别的店张嘴就让我换整套，说不换出事儿，别怪他。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这个电瓶虚电严重，满格出门跑一半就掉得厉害。兄弟，你给看看，能撑就撑，别一上来让我换。我们跑外卖的，车就是饭碗。你要是能把我们这些车照顾明白，活少不了你的。你要是跟别人一样看我们急就加价，我们以后也不会再来。看来他们不是来消费的，是来保饭碗的。这样吧，今天先给你们做一次基础检查，小毛病能调就调，必须换件的我提前报价，你们点头我再动手。检查多少钱？今天第一次，基础检查不收费，但有个条件，检查出来的问题你们自己也得记住。车是你们天天骑，不能等坏在路上才想起保养。行，这话听着像过日子人说的，不像忽悠人的。你看这里已经磨到这个程度了，再拖下去真危险。刹车片要换，刹车线还能调，不用换整套。那家店说整套280，刹车片45，工时15，一共60，刹车线调紧不另收。强哥，这家能出。强哥，你这后胎得换了，再跑雨天容易打滑。还能撑几天吗？这个月家里交学费，手头紧。你要只在平路慢跑，撑几天可以。但你们跑单不是慢骑，遇到雨天急刹下坡，出一次事不止一条胎的钱。一种便宜能用，但耐磨一般；一种贵30，抓地好一点。你自己选，我不替你决定。换贵的，人摔了比胎贵。青山，你知道我们最怕啥吗？不是累，也不是晒，是车坏在路上，手机一直响，客户催，平台催，商家催。你推着车走在街上，感觉谁都在骂你。以前没跑过，不敢说懂，但我知道饭碗坏在路上，谁都急。就冲你这句话，以后我们队里车坏了，先找你。你修个车，还准备给人建档案？骑手车用得很，坏得快，提前知道情况能少出事，也能少耽误他们跑单。哼，想法倒是不少，别把自己累死。累点没事儿，客户稳定了，生意也稳。青山，你是真会折腾，夜间急修，你以为自己是救护车呀？白天修车不够，晚上还想接活，小心钱没挣几个，人先熬废了。骑手晚上车坏了，比白天更难找人，能帮一把是一把。当然该收的钱我也会明说，别到时候半夜出去摔了，客户不心疼你，你爸妈心疼。青山，白天忙一天已经够累了，晚上真要接电话。你爸子贴的纸，让他自己受着。年轻人不撞南墙，不知道自己斤几两。妈，我不是所有夜活都接，我会先问清楚具体情况，不确定能修的，我不会乱跑。
该挣钱挣钱，但不能拿命成立。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你爸。像我怎么了？那你晚上出去必须跟家里说一声。好。青山，你睡了吗？我在县医院后门这边，后台突然没气了，包里有一单药，是给城南一个老人送的。客户儿子在外地一直催，这单不能拖。你要是不方便，我再想办法。谁呀？马强，医院后门爆胎，还有急单。下雨天路滑，你一个人别逞能，先问清楚是不是扎胎，不是外胎裂口的话，带补胎工具和便携气泵；是外胎裂了，带一条同型号备用胎。看什么？要去就准备齐，别半路回来拿东西。爸，我知道。青山，先别说麻烦你了。单子还有多久？还有22分钟。城南过去正常要15分钟。客户那边是老人夜里吃的药，儿子在外地急得不行，能修10分钟左右。那我欠你一次。你不欠我，这是生意，该收多少钱我会收，但我会尽量让你赶上。你说你一个大学生半夜蹲这儿给我补胎，后悔不？有什么后悔的？我爸修了20多年车，遇到这种事儿也会来。你爸把你教得不错，他嘴上可不这么说。来得及。夜间补胎30，雨天上门加20，一共50。价格我刚才电话里没说清楚，这次你要是觉得不合适，我只收30。别扯，你冒雨来，我不能让你白跑。我们跑单也讨厌别人压价，哪能反过来压你的价？青山，等我回来把你拉进我们骑手群。快擦擦，别感冒。修好了，扎钉补好了，他赶上送药了。钱收了没？收了50。该收就收，帮人不是白干，白干久了，别人不会感激，只会觉得你应该。手艺人要有良心，也要知道自己的辛苦值钱。弟们，我今晚医院后门爆胎，包里还是一单老人急药，是青山冒雨过来给我补好的。以后车有问题，能去建国修车就去，人家不乱报价，不坑急单。别光感动，明天人多了，你忙得过来再说。忙不过来就想办法。我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建国修车这块招牌正在从老街门口慢慢走进更多人的日子里。陈青山，你是准备把自己当3个人用？客户多不是坏事，但你要是为了赶活把步骤省了，前面攒的口碑3天就能败完。爸，我知道，不能再一个人硬撑了。知道就行，别回头又搞什么花样。你自己才几天就敢招学徒？我不是招来立刻上手修车，是先帮忙打下手。你别招回来几个祖宗，到时候活没干，饭都吃不上。招人容易，招到肯低头干活的人难。老板，学徒1个月多少钱？包吃住吗？每天几点下班？我先说好，太脏太累我干不了。我妈说我来学技术，不是来当苦力的。前3个月学徒期2000，包中午饭，不盘住，早上7点到晚上7点，中间轮流休息。学的是修车，脏累肯定有。你要是接受不了，可以先不考虑。才2000，我去奶茶店都3000。那你可以去奶茶店。学徒期不是买你的时间，是给你学东西的机会。你愿意学，我教；你只想找轻松活，这里合适。修个破电动车，还拜说的学艺，嫌破就别学，门在那儿。我以前在汽修厂干过，拆轮胎换刹车都懂一点。你这里要是让我从洗件递工具开始，我可能不太适应。懂一点可以，但我们这里有自己的规矩。客户来之前先登记，动手前先报价，换下来的旧件要给客户看，维修记录要写清楚。你如果愿意按流程来，可以试3天。流程没问题。但我觉得你这里太慢了，修车不就是看毛病换件收钱？你搞这么细，客户未必领情。上次青山给我换胎，全说得明明白白。我们跑单的人怕的不是花钱，是不明不白花钱。你愿意试就留下，你要是觉得流程麻烦，那也不用耽误彼此。试3天，我也能试试吗？我没经验，但我能干活。以前做什么？工地搬过砖，饭店洗过碗。初中毕业就出来了，没学到什么手艺，想找个能长期干的。为什么想学修车？我爸以前骑3轮送菜，有次半路刹车坏了，人摔了，腿到现在还不太利索。我那时候就想，要是我会修，家里可能能省点事。这孩子留下试试。行，你们2个先试3天。丑话说前面，手艺可以从零学，但偷懒、乱报价、糊弄客户，一次都不行。知道，规矩挺多。我记住了。第2天一早，我没让他们碰客户的车，我让李鹏整理工具，让周小龙清洗换下来的旧件，再带他们看我做基础检查。青山哥，这个刹车明明换一套更快，你还在这儿调半天，客户又不懂，咱们多挣点不好吗？阿姨，您这刹车线没断，就是松了，调一下10块。以后捏刹车觉得软，就早点来调。我就怕被人说得很严重，养老金就那么点儿，能省一点是一点。你刚才那句话，以后别在客户面前说，也别在心里当成理。客户不懂，不是我们多赚的机会，是我们更该说清楚的责任。
我就是随口一说。这行坏就坏在很多人都觉得只是随口一说，小毛病说成大毛病，能调的说成必须换。今天多赚几十，明天客户就不信整个行业。走，跟我出去一趟。去哪儿？看客户。王姨早上4点起来磨豆腐，6点送货。这辆车一天坏半个小时，她当天的豆腐就可能卖不完。你们觉得调一根线、补一个胎是小活，但对她来说是一天收入。可不是嘛！我这3轮要是半路趴没，我人都能急哭。你们年轻人学手艺，别嫌脏，脏活里有饭吃。青山带徒弟了，让他们看看，车坏了耽误的不是车，是事儿。我这车不值钱，但我要是晚来10分钟，我孙子站校门口找不到我，会害怕。你们修车的手快一点，心细一点，我们这些老人才放心。那天晚上，马强在这里爆胎，箱子里是给老人送的药。你们说补胎是小活，可那一单要是耽误了，急的是病人家属。青山哥，那你晚上出来，家里不担心吗？担心，所以我不能逞能，能修才去，不能修就说清楚，路上要注意安全。今天我带你们看的不是为了煽情，是想让你们知道，客户推来的不是一辆破车，是他们的买卖、工作、孩子、老人和日子。青山哥，你是不是把修车想得太重了？说到底，这不就是一门生意吗？是生意，所以该收的钱要收，但生意要做长，就不能只盯着眼前那几10块。我愿意学。哼，我说什么来着？现在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不是所有年轻人都吃不了苦。先找漏点，别急着下结论。水盆里慢慢转一圈，慢漏胎要多查，打磨要到位，胶要等半干，贴上去之后边缘要压实。青山哥，我能试一下废胎吗？可以。我重来。手别抖，你越怕错越错，错了重来不丢人。陈师傅，我知道了。小龙是吧？吃点东西，学手艺要熬，别半路跑了。我洗手在哪？没事儿，靠手吃饭的人手上有油不丢人。怎么还不回去？每天干活没人教我东西，今天你和陈师傅教我，我不能连工具都不收拾。明天6点半来，别迟到。我一定来。这孩子手笨，但心不服。手笨能练，心服不好治。这话倒像我说的。我知道，建国修车第一次有了除我和我爸之外的人，这一步大，但路开始往前铺了。表要按时，别歪着漏气。你测出来的数不准，客户骑出去出事，算谁的？陈师傅，我再测一次。请问陈青山在吗？我就是。你好，我叫徐婉，是南城社区的工作人员。我们社区最近在做老旧小区便民服务试点，平时车坏了老人推不动，打电话又怕被坑。我们想找一家靠谱的围剿点，每周固定过去半天，做基础检测和小修。许干事，你们社区选维修点可得擦亮眼睛。有些铺子最近名声是响，但开了没几天，靠拍视频出名。真要进社区服务老人，出了事儿谁负责？我在老街干了10几年，论经验比小陈稳多了。你们要找，也该找我们这种老店。陈师傅，我今天只是先看看，不当场决定。社区那边顾虑也不少，主要是收费透明、上门安全、老人沟通和售后责任。这些顾虑都应该有，老人花钱更谨慎，社区也要担责任。徐干事，我们店现在所有维修都先报价，客户同意再动手。换下来的旧件会给客户看，配件写清楚型号和质保。上门维修会登记时间、地点、维修人、客户签字。老人不会签字的，可以电话联系子女确认。老人不会用手机怎么办？保留电话预约，不强制扫码。社区可以放一张纸质登记表，老人到居委会或者门卫那里留电话，我们按顺序联系。价格怎么防止临时变动？常规项目提前贴出来，特殊故障现场拍照或者视频给家属确认。能调不换，必须换件就先报价。哼，说的好听，谁不会？社区服务又不是演讲，真去了小区，老人一围上来，有你们忙乱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先试一天，做不好，社区不用我们。那就明天上午南城社区门口，我们先做一次公益检测，只检测不强制维修，能小修的现场修，复杂问题带回店里报价。你们可以吗？可以。今天只是免费基础检测，刹车、轮胎、灯光、电瓶、接头都可以查，需要换件的一定会先报价，不会强制消费。姑娘，真不收钱？我可听说上门检查都是套路，查着查着就让你换一堆东西。阿姨，您先别急着修，我先给您看。
今天基础检测不收钱，要是只是螺丝松、开压不足也不收钱。真要换件，我写给您看，您不愿意换，我不会动。你这么年轻，会修吗？我爸在这行干了20多年，我跟他学。您要是不放心，让他在旁边看着我。先测胎压，再看刹车，不要一上来就拆东西。这个老师傅说话像会干活的。你们谁负责？我妈刚才在你们这儿检测完车，回去就是说刹车有问题，非要换刹车片。你们是不是吓唬老人买东西？我见多了你们这种套路，免费检测是假，吓唬老人花钱是真。社区怎么能让这种人进来？先生，您先别急，我们有检测记录。这是您母亲车上的刹车片，我没有当场要求更换，只写了建议7天内更换，雨天少骑。您可以拿这个照片去任何一家修车铺问，如果他们说没问题，我向您道歉。老人怕花钱，子女怕老人被骗，这都正常。所以我们每一单都拍照登记，价格也写在纸上。人家小陈真没坑我，他还说让我回家跟你商量。刹车片多少钱？配件45，工时15，一共60。换吧，刚才我话说重了。没事，您谨慎是对的。老人用车宁可多问一句。社区要是都找这种明码标价的，我没意见。陈青山，打扰了。南城小区有位独居老人，老伴在县医院住院，他刚接到电话说病情有变化，想赶过去，但他的老年代步车在楼下启动不了。老人情绪很急，社区值班人员过去了，可不会修，你这边能不能看一下？问清楚地址、车型、故障，带电瓶检测仪和应急线。小龙去不去？我去。你明天还要早起。青山哥，我想学上门。行，穿厚点。师傅，你快帮我看看，我老伴在医院，我得过去。好了。能走了，能走，但您现在情绪急，夜里路也不安全，我让社区值班大哥陪您一起去，车速慢点。街头清理和保险固定20，夜间上门费我们社区试点期间收30，一共50，价格在登记单上写清楚。该收，该收。你们来了，我心里就不慌了。怎么了？青山哥，我以前觉得修车就是修车，今晚才知道，有时候车动了，人心也就稳了。记住这种感觉。以后手艺好了，也别把客户的急当成自己只涨价的机会。昨晚我赶到医院，见上了老伴儿一面。叔，这太冲了。小陈，你觉得是个接头，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事儿。南城社区便民汇收点以后就固定下来了。陈师傅，合作愉快。我们一定按规矩来。普通人的急事，总得有人管。陈青山，今天咱们把话说清楚。你搞社区留救点，搞骑手夜间救援，还搞免费检测。现在客户进店就问能不能先报价，能不能出质保，能不能登记故障。你这是要把我们这些老铺子全逼死！免费检测只查基础问题，夜间上门明码收费。社区立照点有登记有质保。刘三叔，你告诉我哪一条是低价抢客？小陈，我们不是不让你挣钱，可你这么一搞，客户都拿你那套要求我们。以前修完收钱就完事儿，现在都要问坏哪儿换什么件，保多久。我们也不是黑心，就是一下子被架住了。老孙，你还替他说话？他打着诚信旗号，把咱们都衬成黑店。年轻人会拍视频，会搞表格，会跑社区，咱们这些干了半辈子的，还得跟着他学怎么来修车。刘三叔，我没说所有同行都是黑店，客户为什么要检测记录？因为他们怕小毛病被说成大毛病。你直接点名得了。同行不是敌人，没良心的才是敌人。修车这碗饭不好端，可不坑人这一条，什么时候都不过时。老陈，你当然帮你儿子说话，他要是哪天坑客户，不用你们来，我第一个砸他招牌。青山，菜市场那边排水沟堵了几天，刚才那阵雨一灌，地压处全是水，好几个摊主的3轮车泡了半截，有车已经不动了，货还在车上，急死人了。陈青山，南城社区这边积水倒灌，几辆老年代步车停在单元门口启动不了，有老人下午还要去医院复诊，你们能不能安排人过来？青山，城南桥洞积水没退，几个骑手绕路时车子进水，有一辆硬启动2次后彻底没反应，还有个兄弟刹车失灵摔了，你能不能来看看？这不是一场雨10分钟把车淋坏，是连着几天阴雨，把老车旧线路的问题全掀了出来。青山哥，我跟你去城南桥洞。泡水车不能乱启动，先断电、擦接头、查保险，再看控制器，别让客户硬拧电门。各位，今天不是争客户的时候。菜市场南城社区城南桥洞现在都有人等着，愿意一起去的，谁接的单钱归谁。但有3条：先报价、换件拍照，修不了就明说，别趁人急乱收钱。你这是让我们给你救场？不是给我救场，是给客户救急。老人回不了家，骑手送不了单，摊主的货泡在车上，大家都是修车的，真就在这里看笑话。城西积水点我熟，我去那边。泡水车不能乱搞，我带检测笔和绝缘校不制。南城社区我去，老人车我修得多。
先把能动的弄回去，复杂的再拖修。学校门口也有人找，我过去。老刘，菜市场那些摊主平时也没少照顾你生意，你去不去，你自己看着办。少拿话架我，我去菜市场不是听陈青山指挥，是我本来就要去。故障、报价、是否换件、客户确认都写清楚。今天越急越不能乱。你还真把自己当总调度了。先别再拧电鳗。城西5辆，街头进水3辆，沙茶进你2辆，没加雨天价。南昌社区4辆老人车，已联系家属确认。出6辆，登记表省事，客户没扯皮。菜场这边好了，没乱收。有些人不是不会守规矩，是以前觉得没必要。小陈，你那个登记表有用。今天雨大，客户急，我把故障拍照，价格写清楚，修完没人扯皮。老人子女不在身边，我把照片发过去，家属放心，老人也放心。以前我嫌麻烦，今天才知道不写清楚更麻烦。各位，我有个想法，不是收编谁，也不是抢谁客户。以后青山维修可以做合作门店，谁愿意按统一登记、统一报价说明、统一质保规则来，就能接线上和社区分派的单。谁接的单，钱归谁，客户投诉按记录查。说到底，你还是想让我们挂你的牌子？不是挂我的牌子，是挂规矩。你们有手艺、有位置、有老客户，我一个铺子吃不下全县的活，也没必要吃。可客户需要知道哪家店不会趁机乱宰，培训谁来做？我扒出手艺、流程和登记，我来教。大家有好经验也拿出来，不是谁给谁当师傅。我什么时候答应了？您刚才没反对。教可以，心术不正的别往我跟前带。我先看看，别以为我服你，我就是觉得今天没扯皮，省事儿。行，先看。你真不怕他们学会了把你挤掉？爸，客户不缺修车铺，缺的是信得过的修车铺。这个行业要是大家都靠坑蒙快钱，最后谁都没饭吃。我不是砸谁的饭碗，我是想让靠手艺吃饭的人把碗端稳。话说出去了就要做到，以后你要是敢搞歪的，不用客骂，我先抽你。您放心。我忽然明白，建国修车已经不只是一间铺子，它开始变成一套规矩，而规矩才是真正能走远的东西。青山，现在你这铺子不叫修车铺了，叫排队铺。王姨，您别笑我了，等会儿又忙不过来。忙不过来就少接，别为了多挣几单把活干糙。客户等你是信你，不是让你糊弄。知道。青山哥，这辆后胎胎压低，但没有漏点，是不是让大爷先观察2天呀？对，假期后登记，告诉大爷3天回来复查，不要一上来就说换胎。还算没白教。青山，隔壁清河县的人说想跟你谈合作。陈师傅，我叫杜成，在清河县开修车铺。你们那梢救援的视频我看了，我这边也有社区想找固定油烧厂，但我不会弄你那套登记报价、质保。杜师傅，学可以，但我们不是交钱挂个名就完事。你要是真想合作，先来店里看流程，能接受明码报价、维修登记、质保负责，再谈下一步。行，我明天就来。原来这套东西真的能走出老街。别把尾巴翘起来，一个外线电话就高兴成这样，真开店了，麻烦才开始。爸，那咱们就把麻烦提前写成规矩。又要折腾。青山哥，这以后是不是就像书一样，每个来学的人都按这个干？对，人会有脾气，手艺有高低，但规矩得一样。字儿写好点儿，别让人以为咱们修车的没文化。公司名称：青山便民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业务范围写得挺细，电动车维修、便民上门服务、社区应急维修、配件销售、技术培训。你这是准备做大？现在年轻人愿意干这个不容易。先把小事做好。你爸这小铺子也有公司了。公司不公司不重要，客户车修不好，执照贴满墙也没用。刹车片还剩一半，不用换。刹车线有点松，我调一下，10块。您试完觉得不行再说。小陈，我服了，不是你手艺比我们高多少，是你把我们平时懒得说懒得写的东西都摆到了明面上。杜师傅，合作可以，但第一家外线店我想做直营，不是不信你，是模式还没跑稳，不能一开始就乱放加盟。直营？那我这铺子怎么办？你可以做负责人，店面用青山维修统一门头，流程都按标准来，收入按约定分成，所有账目公开。你要是不接受，也可以先做合作门店。我干修车20年，最烦别人指挥我。但说实话，现在客户变了，我们不变不行。你要是真不坑我，我愿意试。规矩先写清楚，谁都不坑谁。行，第一家外线店，我跟你干。颜色还行，耐脏，比你爸以前那件破围裙强。价格不完全一样怎么办？每个县进货价不一样，可以有区域偏动，但必须提前写清楚，不能看人报价。客户怕的不是贵，是不明不白的贵。这个我认。你这套东西要是真干成了，以后修车都得像开药方一样，那也比乱抓药强。哼，青山，方便聊2句吗？进来吧，我辞职了。
也不算辞职。我在省城公司裁员，月薪5000，房租2000，吃饭交通一扣，剩不了几个钱。以前总觉得坐办公室体面，现在才发现体面不能当饭吃。我以前在群里说过你，话不好听。今天来不是让你可怜我，我是想问问你这边还缺不缺人？你会修车吗？不会。会客服、表格、接电话、处理客户投诉吗？这些会。那就从客服做起，工资不高，试用期3000，每天接电话、登记故障、回访客户、整理投诉，别觉得委屈。青山维修没有坐办公室高人一等这一说。你不介意我以前说那些话？介意，但比起听你道歉，我更想看你怎么干活。行，我从客服做起。车不走，说不清原因。这怎么判断？按表问：车灯亮不亮？喇叭响不响？拧电门有没有声音？有没有泡水？老人听不清，你就慢点说。大爷，您别急，我一个一个问。车灯亮吗？不亮是吧？那您先别推远，就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安排人过去。这比我以前做客户方案还累。客服也不轻松吧？以前我真以为修车就是蹲地上拧螺丝，今天才知道，前面接电话问清楚，派单回访，每一步都不能乱。青山，不是修车低端，是我们以前太浮。知道就行。年轻人可以抬头看远处，但脚得踩在地上。这次我想踩稳一点。爸，怎么样？别高兴太早，第一家外线店开了，不代表成了，能开1年不砸招牌才算本事。那就先干1年。谁是师傅？后台漏气，急！先登记后报价，别急，能补不换。我知道，这第一步算是走稳了。陈青山，你必须来返乡创业大会。青山维修现在500多家门店，带动几千人就业，你不讲谁讲？徐主任，我下午还有活。你放心，老街1号店少你半天倒不了。你就讲你怎么从补胎赔钱干到现在，比那些空话有用。陈总，青山维修从一家老街修车铺做到500多家门店，带动返乡青年、退伍军人、下岗工人再就业。很多人想知道你的成功秘诀是什么？我刚回县城时，也有人笑我大学毕业回来修电动车没出息。那时候我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干下去。后来我发现，很多人看不起小活，可撑住普通人日子的，往往就是这些小活。补一条胎，调一根刹车线，给老人登记一个上门电话，帮骑手查一次电瓶，修好一个电饭锅，听起来都很小，可他们连着别人的饭碗、孩子、父母和日子。青山维修能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我们多聪明，而是因为我们一直守笨规矩，先报价后维修，能修不换，能调不换件，修坏了就赔，我们就更要说清楚。诚信、孝顺、踏实、本分，不是过时了，是任何时代都缺。话说的还行，没给修车的丢人。讲完赶紧回来，1号店有人补胎。你爸电视直播看了2遍。谁看2遍了？电视自己重播。老板补胎，急！陈总，去不去？来了。哥，我还有2单，后台扎了。别急，客户急，修车的人不能急。旧招牌没有被新招牌盖住，新路也没有忘了老根。手艺不丢人，小活儿也能撑起大事业。